大家好，今天 SY 带你看房，看的是这个在 Bukit Jalil 的性价比之王啊，人人轻松容易负担的 人 resident 啊。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啊，这边是它的一个缩小版的 skill model， 我们先这边看看。等一下我会放一些大的 close up 给你们看看，这个项目为什么称作为性价比之王。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 tower 啦，那我们现在真正 for sale 的是这个 tower B， 然后我们过后的 new phase 就是 tower A， 也就是过后不久后就会开始 open for registration 的一个 tower 来的。像我们这个 rent resident 顾名思义人啊，所以从 top view 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这样子的 shape， 一个人这样子的 shape。这个 design 讲真的，从事了房地产一段时间了，我还没看过有这样子的 layout。然后它这样子的 arrangement， 据说啊是为了缩短那个 corridor 走路的那个长度，而且可以让这整栋楼的那个 ventilation 阳光照射的更加的进去，阳光比较充足这样子的设计，它才会有这样的 design。再加上它这样子做，除了缩短 corridor 的距离啊，它还有的就是可以让每一个方向啊都可以有两边的风景。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是向这边的话，你真正可能是向这一个 view， 但是你往左往右，你可能还有看到别的东西。这边也一样，后面这边也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的 view 呢会比较的potential 一点啦，只要你选到一个好一点的单位。然后我们这一边的话呢，如果你熟悉啦，我会跟你们讲一下，它其实在 Bukit Jalil 的哪一个地段。这样相信大家最熟知道的啦，在整个 Bukit Jalil， 现在最hot的一定是 Pavilion Bukit Jalil。然后首先第一代的 Bukit Jalil 有的是 Stadium Bukit Jalil Axiata Arena， 就在这边。像中间这整个就是高尔夫球场嘛，所以你可以知道早期啦，我们 Bukit Jalil 正在发展的一定是集中在中间这一块的。但是这边 as 你现在看到的，它是已经饱和了。最新的那个项目叫做 The Tropica， 它也就快要交房子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的新项目啊，都是往南部发展的，也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条 Lebuh Raya Bukit Jalil 的下面。所以我们这个项目 Rent Resident 呢，它就在这个位置，准确位置其实你只要是慈济的那个学校，你就知道它在哪里了，因为它就准在我们的左边而已。概念就很像你把孩子送过去对面上学，然后靠近而已。所以这个项目的话，它除了是在慈济旁边这个亮点之外呢，它还有的就是这边只是需要走一个700米左右的距离，可以来到 Alam Sutera 的这个 LRT stations， 可以在一个这样的位置轻松去到 LRT， 隔壁就是个学校，然后它也是很轻松的可以下到去 Pavilion Bukit Jalil。所以我会觉得从这里出 Highway Puchong Bukit Jalil 下 Kesas 往 Oakland Road Mid Valley KL 方向跑的话，是相当方便的。这样子的 spec， 这样子的款式啊，3房到4房，2个 parking 啊，你觉得要多少钱？700啊 ，OK， 我们这边其实是卖这500多，500尾啦 ，OK， 所以我才讲性价比。如果很多人的想法都是我第一次买房，然后我想买一个地点好，然后价钱不要贵的。其实如果你来看了 Rent Resident 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好比较，因为目前 as 我看到这整个市场在 Bukit Jalil 呢，这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一个来的。当然，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价钱呢？等一下我们再细细的再讲下去啦。OK， 总结一下它的 summary， 这边总共有2栋楼，然后这边有45楼高的，像这个是总占地 5.3 acres， 在慈济旁边的一个空地，一个小山丘来的，它在这边会起2栋楼，像这2栋楼加起来呢是1260间，这样 5.3 acres 1260间呢，就是讲一个 acres 大概是200多间左右，这样子这一个 figure 在 Bukit Jalil其实它算是 affordable 价位，500多块 per square feet， 所以1000多间是 reasonable 啦。如果它是再少一点的话，可能一个 square feet 真的要去到你刚刚讲的那样700多块、800多块 per square feet 了啦。然后这一个项目的话，分别有3到4房 ，from 920 square feet 到1680 square feet。这样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中间你看到的这一些，它就分别会有刚刚我讲的920 square feet。1100 square feet、1050 square feet 等等的。
然后如果是你看到这些角落的呢，它都是比较大的单位，可能是1000立方尺以上，1200、1600都会集中在角落的啦。然后这一个 rent resident 它中间就是围绕着一个像是 clubhouse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边就很完整看完整个 facility 啦。所以看到除了这边有一个游泳池 infinity pool 之外，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蓝色的风柜，那边是算是 wedding pool。wedding pool 有一些水上的 facility， 往后这边算是一个 jogging track， 一些 landscape， 然后让小孩子溜达的地方，还有一个 playground 给他们。然后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有2个 court， 这样分别一个是篮球场，一个是 futsal、tennis court， 它甚至还有2个 indoor 的 badminton court， 都是在这边里面的。所以讲到它的 facility 啦，你讲得出的球它都有，讲得出的球它都有。真的吗？排球？排球还真的是没有。但是你讲那个tennis 那些是没问题的啦。OK， 这边是它的 swimming pool 那个 facility 那一楼啦，所以这边呢是一个 infinity pool 来的，然后做一些这些种植，而且这些波波这样子的 canopy， 方便我们在这边 chillax， 还可以走上去。OK。还可以走上去，那这边有一个 landscape garden， 看一下 landscape garden 长怎么样。OK，landscape garden 让你 jogging， 而有一些这样子给小孩子进去玩的地方。而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 tennis， 还有那个 futsal court 这样 ，basketball court，basketball， 都是在这边的啦。然后如果讲到那个 view 的话，我们的 view 大概是这个样子 ，Tower A，OK，Pavilion 就在这边。OK， Tower A 看出去的方向而它 either 是看这边，或者看这隔壁的那一个 development。如果是 Tower B 的话，Tower B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风景啦。可以看得到 guardhouse 外面就是慈济了。慈济它的大操场游泳池，真的走路到隔壁罢了。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叫做 Kirara 的风景。是这个样子。然后前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对面的栋楼Tower A。哇，你看，好像sushi这样，sushi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楼它很贴心的是说，它是少有的500多块 per square feet 的 condo， 有那么多的 facility 之余，它还有 dual entrance。你这边看到的不是唯一的 guardhouse。你现在这边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guardhouse。可能你会想说，怎么会有2个不一样的 guardhouse 是不是想说这个 guardhouse 去 A， 一个 guardhouse 去 B？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刚刚我讲这一个地形，它算是一个小山丘，所以当你刚好买的单位它是在比较低楼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一个 guardhouse 上了去。直接从下面的 parking， 你不会转超过2到3圈，你就可以去到你的 parking。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去，我可能转1圈我就到我的 parking， 因为我的 car park 在低楼嘛。这样当我知道我的 car park 是在高楼的时候，可以我把车加上一点，我从这个 guardhouse 进，然后我就可以从这里进 parking， 从上面往下跑，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去到你的 car park area， 而再加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它设计的一部分，这个圆圆的这个东西，这个圆圆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有意义的，它不只是美，不只是 class， 它其实是一个 speed ramp， 所以它是一个 spiral speed ramp。当你进了去的时候，你要往下走的时候，你要转下去是这样子 ，OK， 这样子下的，然后一样的，我们一边是下，一边是上啦，所以这个圆圆的这个 spiral 这边是我们的 gym 来的。所以这个 gym 其实它是看得到外面看透一个半圆形的这个设计。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示范单位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好，这个是我们1050 square feet 的示范单位 ，rent resident 的示范单位。然后它的 layout 我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了。当我们进到来，可以看到它不会 directly 看着那个客厅，不会看穿过 balcony， 这是第一点。你也可以选择盖多一点。然后你旁边看到的这一些 fitting你也可以选择了，你回到来是一个通道，还是说你要有一个 open concept， 看到聚集人气最高的地方，也就是 dining hall 中间。这样听讲风水角度来讲，如果一个 floor plan 的中间点是 dining hall， 是聚合人气最高的地方的话呢，都是一个好的风水来的。
你可以问一下风水师傅啦，我听讲是这个样子。这边是一个20尺宽的一个空间，让你放到一个大张的 dining set。这发展商有点贪心，他放了一个这样大张的，但是就会非常的好看啦，看起来很 grand 啊。对，你可以甚至移出来一点，移进去一点，做个圆的都行。学他这样放一个这样子的灯，或者吊一个 chandelier， 应该就相当好看了啦。看自己喜欢的设计。然后后面这边就有一个这样子 open concept 的 L-shape kitchen 了啦。像这个 L-shape kitchen， 我目测从 end to end 呢，大概是一个17尺长的17 feet 长的一个 kitchen。So that 你可以阿嘎一下这边大概的长度，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好，就是你可以选择把这里保留 as open concept 的 kitchen， 又或者这边可以做一个 fully close up， 就这样盖起来，你的油烟就不会走出去客厅了啦。这个样子了，那桌子再腾出一点点，你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然后我们的准中间也是我们的 common area， 也就是这个客厅了。这个客厅比起刚刚饭厅呢，它有稍微的缩小一点点，这边大概是11尺左右，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阳台，3尺深的阳台，所以一个这样子的空间，中间都是 common area， 房间全部聚合在左边跟右边。我们这边也有所谓的 dumbbell design， 所以变成主人房跟另外的那2个房会是在分开的两边。我觉得蛮让人惊讶的就是说，这边3房2厕，其实它可以把这里的第2个房间都做成有自带厕所的套房。怎么讲呢？有些人买3房2厕他们未必是真的住3到4个人的，那他们的第3个房间躺椅啊，都是要 working space， 在家里做一个工作室，这样子也说不定。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要求的话，你真的可以学他这样子，这里起一个墙壁变成我这里开门进去，这个厕所是自己的，这个房间是自己的。OK， 我带你们看的这个房间是第2房，来我们这边进来，第2房，我们这个 layout 1050 square feet， 我们讲真的是3个房间都可以放下 queen size 床的不是讲放 single bed 就算了的。所以我们这个房间是第2个房间，看出去那个窗口呢，它就没有之前介绍的那么的 full size 那种窗口，但是它好就好在它有个 L shape， 所以你除了可以看前面的风景之外，你斜还是可以看到另外的旁边的风景啦。然后这边的话就比较有充分的空间，让你做一些 fitting、build out， 甚至是做一些 study table 之类的东西。因为有窗口的话，你不方便做。如果是墙壁的话，你可以做很多的 build-in 当然，你背后这边也可以容纳到一个很大 full size 的一个 wardrobe， 是 OK 了的，绰有余啦。作为一个 two room unit 来讲，然后这个项目，我认为600千这样子价位，它的厕所其实我也觉得是诚意满满的。这一个厕所，我认为啦，1000方尺这样子的 layout， 这个厕所算是非常大的。它除了 standard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马桶，有这样子的 top 之外其实它还是有一个足够空间让你在这边 shower。你有2个做法，要不就好像现在这样子，一个 tempered glass 水不会流出去，要不然的话，这边是可以做那种有门开的 ，so that 你的冲凉的那些水就完全不会撇出去。然后它分成了2个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厕所这样的价钱，它有给2个窗口？那窗口也不小，看到吗？我在这边冲凉，很热，通风很好这样如果上厕所有异味的话怎么办？通风真的很臭又很热嘞，这样就2边都通风，就2边都通风是很好的一个设计来的啦。所以这个还没有完我觉得它蛮 impress 我的是主人房。我们看一下那个主人房先，主人房在另外一边。So that 我觉得这种 layout 它的 privacy 会做得蛮好。OK， 来看我们的这个主人房，回房间之前还可以把家里的厕所石还是什么全家福挂在这边，我觉得也是蛮香。在这边先一讲 ，OK。然后一回来，你要看厕所先还是看房间？厕所先这个厕所很漂亮。这个厕所是正方形这样子的设计。所以它的这一个马桶它就是这个位置啦。你这边看到的这些一定，它只是有给洗面盆
所以其实到后面，如果真的是主人房，你跟太太有那个习惯，各自要有自己的洗面盆的话，2个洗面盆这边是做得到你也可以好像它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这边下面就可以有很多的容纳空间。哇，还有这些给你看真的是为你放的东西镜子它现在做的 display 是这样嘛，你甚至可以做一个full size，变成有一个因为平时这里通常隔壁马桶，所以那个 top 都不能做很大这种喜欢吗？你看，是可以放你的香水、你toner、你的 conditioner、你的化妆，下面就拿来放洗厕所的东西咯。我觉得是蛮理想。最重要是什么你在这边化妆，厕所没有风扇的嘛，很火然后我就要开窗口。看来你很怕热嘛。然后一样的，其实这个窗口它是大到好像房间的窗口是不是？很少看到这样的，很少看到会这样的，就这样大个窗口，让你在这里冲凉真的很热的时候去也去得快一点我就觉得冲凉要关窗冲凉可能要关窗或者我要这样躲在这边冲就不会这样这样子咯。来，这边是我们的那个主人房。主人房其实它的大小和刚刚那个2房是类似的，当然这个是更大间。它这边也是有那个窗口，它窗口跟刚刚那边差不多一样的。而这边也是可以让你做很好的 built-in， 或者你可以参考这边的设计，我也是觉得很不错。dressing table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在这边，甚至你来做一个 TV console 也是没问题。好，来到这个 kitchen 的空间后面这边。你讲这边是什么？洗衣房。压啦，就是压 ，OK。也错不完这边是一个压来的。这个压，我觉得比起平时的 condo 啦，它算是很大，它算是很大。它是 indoor 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它这边是有一个窗口，然后它不是那种一般是墙壁露天，然后看着邻居。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那3个房间，它都没有一个房间是向着走廊，向回去邻居。你有发现它是没有的。等一下我跟你讲怎样样。然后这边算是压啦，像这个压呢，它是一个 indoor 压来的，它真的只有那个窗口，然后这个它是一个封闭空间来的。你要不要试下在这边睡？有床的有床的对吧？其实这边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压，没有错，洗衣房。你甚至可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 wet kitchen， 或者你觉得外面的 kitchen 其实已经够了的话，这边你拿来做 laundry 嘛，洗衣晒衣，你可以在这边折衣服，搭个插头，你在那边烫买衣也是 OK 的。这样这东西不是你做的话，这样就请在这边睡觉的人做咯。就看你正常发挥啦。我觉得这个压绝对是这个项目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还是那句啦，500多块 per square feet，600多千这样子的 property 呢，这样的压我是没有看过有的啦，是真的没有，我没看过有。然后刚刚介绍了2个房间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那个小房。这种小房的话呢，是在这边的。小房一看过来，通常啦有一个窗口这样的嘛，在那边的嘛。怎么在那边呢？因为那边是走廊，是没有的，那是没有的。窗口是向回前面，然后下面就是放 aircon 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前面就是风景来的。所以我们这边无论你选哪一个款式，哪一个 layout， 我们的房间都是向回去前面。要不然呢，如果你是 corner， 你的第三房是看回去你的右手边或左手边，不会看里面。我们看完房子过后就要睡觉了啦。这边是一个 queen size 床，所以我们3个房间都可以放到 queen size 床，这个也只是1050方尺而已。OK， 我们除了有1050 square feet 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几个 layout 让你选择的，分别有稍微再小一些的3房920 square feet， 然后我们也有3个房都是向着 balcony 方向，都是头房的1110 square feet。我们也是有比较传统类型长方形的客厅、厨房、
dining 于一身的这种设计，所以它的视觉感相当的好。3个房间在另外一个区域，同时间也有一个很大的 yard，1120 square feet，然后我们也有1270 square feet，它是4房啊，4房 with 一个很大的 yard， 有自己厕所的这个户型。最后我们有2个客厅于一身，4个房间，有私人衣帽间，还有一个很大的 yard， 有自己厕所，超大 balcony， 客厅看出去就是一个 L shape balcony， 这种户型1680 square feet， 这些款式我们通通都有，摊位是非常limited，因为一层楼只有那么1间而已的。OK， 看完了 Rent Resident 的示范单位，也看了我对于其他 layout 的解说啊，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 layout 特别适合你？可以联络我们上面的这个号码，联系我们来安排这边了解更多，或者你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们知道。然后对于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会认为其实它最重要还是回到那个点，性价比，还有它的 layout 的格局。像这个项目之所以它能做到500多块 per square feet， 一定有它的理由在，只是说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能接受的范围。比如说，其实如果你有看到附近的项目的话，你看到有可能500多间啊，600多间而已啊，这样子的。但是它的价钱如果是去到800多块 per square feet 的话，你能不能接受啊？像我们这一个5.3 1260间，就是讲一个 acres 200间左右啦。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只要这边选好，我个人认为啦，你在这边选一个方向不错的单位，然后门牌不错的，然后选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layout， 搞清楚房间向着哪里，这些东西这些搞清楚了的话，价钱也 OK 的话，其实我觉得这边还是非常值得被推荐。毕竟500多块一房车，又靠近 LRT， 然后隔壁就有一个慈济的一个江著名的一个学校，黎明也在附近啊，也是不错的一个花销。然后最重要是什么啊？现在的趋势哦，只要你靠近商场，其实潜力都也非常大。然后我们这边不止商场哦，不止 Pavilion Bukit Jalil 慈济 LRT 都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我们这一边，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 Fully Residential Title 哦，电费水费都便宜一点。如果你是找这第一个屋子 First Home Buyer， 或者是你只是想在 Bukit Jalil 一个这样好的地址那边找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房子，我绝对会推荐 Rent Resident， 就 Rent Resident 能做到你刚刚讲的这些条件。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为止啦，我是 SY， 下一期再带你看房，记得 like、subscribe 还有 comment 啦，我们就下一期见了，拜拜。